为了诱惑闺蜜的弟弟，女孩深夜故意留门未关，还不时发出让人愉悦的声音。但男孩心智异常坚定，强压住内心的渴望，转身离开。佐和子对此毫不在意，只顾自己把湿漉漉的手指放到嘴唇边，能忍一时，难道能忍一辈子？第二天一大早，饭桌上佐和子躬身出现在男孩面前。她这么做不是因为喜欢，而是为了复仇，向那个所谓的闺蜜复仇。时间回到1周前，曾誓言共度未来的恋人突然去世，之家满脸悲伤地参加了男友的葬礼。雪豆是他深爱的人，不知为何他却流不出一滴泪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他再也不想见到的人出现了。前同事深井佐和子内心深处鄙视对方，在他看来，佐和子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。然而就是这样的人竟与他心目中的太阳般的雪豆交往，这让之家无法接受。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，从佐和子手中抢走雪豆。然而没多久，开心雪豆就莫名其妙的去世了，他连最后一面都未能见到。官方说是出了个事故，但真相如何无从得知。第二天，同事们都不知道真相，一直在抱怨佐和子明明知道你们俩在一起，还是纠缠着雪豆，他简直就是个跟踪狂。昨天竟然还去参加雪豆的葬礼，真不要脸。对此之家只能尴尬的笑笑，表示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同事们都觉得他真的太好了。下午回家的路上，一名记者突然拦住了之家，想要了解雪豆去世的细节。之家当然100%不愿意，在推搡中不小心摔倒了，幸好高中同学大辉恰好路过，他帮忙把那个喋喋不休的记者赶走。同时喜欢素描的弟弟遇到了佐和子，一眼就被老师新带来的模特迷住了，画得格外仔细，最后连老师都夸他画得好。佐和子还主动拉起他的手说很喜欢，他感觉到手掌的细腻。庄平看着他一眨不眨。第二天之家被佐和子约到咖啡馆，见面后对方却没说一句话，气氛越来越诡异。之家赶快道歉，说他不应该抢走雪豆，但佐和子似乎不在乎，说这都是雪豆的选择。佐和子还说被公司辞退后，他现在在做派遣工，勉强糊口。公寓突然发生火灾，父母早逝，现在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听后之家立刻说他家有空房间，如果不介意的话就搬来一起住吧。佐和子名正言顺地搬了过去，两人都笑得很开心，看起来心情都挺好的。但之家心知肚明，他们其实并不是朋友，对佐和子好只是因为无法原谅自己，只想逃离痛苦。弟弟却乐坏了，没想到昨天一见钟情的女孩今天就搬进了自家，更没想到佐和子是特地为他而来。半夜阴尿急起床，结果却听到佐和子房间传来奇怪声音。当他靠近门缝，一股湿热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，瞬间就感觉法力耗尽，使他感到全身无力。等他离开后，佐和子缓缓抬起素手，眼神瞬间聚焦，他的无名指上多了一枚戒指，这正是他记忆中雪都要送的。第二天一早，餐桌上，佐和子假装无意走到镜子前，轻声细语地说：昨晚我自嗨的样子你应该全都看到了吧，从未见过这么放肆的女孩。她一把把闺蜜的弟弟推倒，然后撩起裙子骑了上去，简直太过分了。搬进家后，佐和子立刻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。先是用迷人的声音迷住庄平，然后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在庄平的学校站稳脚跟，接着疯狂撩拨目标。时机一到，佐和子立刻哭诉自己的不幸，说自己的爱被夺走了，最心爱的人被抢走。庄平听了都觉得太过分了，觉得那个人简直无法原谅。但佐和子却说没关系，他觉得自己是个没人爱的女人。看着她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庄平心里涌起一股保护欲，正想表白，姐姐突然推门进来。佐和子见状急忙回自己房间。面对姐姐的提问，庄平把佐和子的遭遇说了出来。直到这时，他们才明白佐和子笑容背后的强烈情感。第二天在教室，佐和子慢慢脱掉外衣让大家看，看着她流露出的媚态，庄平突然冲出教室，他受不了佐和子的身体被人这样看。面对朋友的惊讶询问，庄平什么也不想说，他只想一个人静静。下午准备回家，庄平突然听到杂物间传来熟悉的声音，打开门一看，大吃一惊，佐和子竟然在和老师争论。来不及多想，他立刻推开老师，拉着佐和子往外跑。但到了门口，佐和子停下来，他说这是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，让庄平别管，让他先回去。听后庄平立刻把他抱在怀里，然后泪眼汪汪地表达自己的爱意，还告诉佐和子以后不许再说没有人爱他。之后两人一起回了家，确保四周无人。庄平立刻把佐和子按在墙上狂吻。听完庄平的话，佐和子没说话，只是默默地拉着他进了卧室。你看，他的手指上重新戴上了那枚戒指。另一边，之家今早上班时被闺蜜明乃告知，她也被那个记者问了很多问题，这让之家感到非常抱歉，没想到还牵扯到了和自己无关的朋友。他立刻让明乃放心，
这件事他会自己处理。但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明乃的脸色却很阴沉。这件事真的和自己关吗？高中时期，他和之家是好朋友，每次遇到麻烦，之家总会伸出援手，所以在他心里，之家是最善良的人。下午回家的路上，之家再次被那记者纠缠，这次不仅仅是因为雪豆的事，还提到了高中时的一场纵火案，提出这2起事件有共同点，遇难者似乎都和之家的女性关系密切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高中同学大辉再次出现，把记者赶走了。这一连串的巧合，加上大辉是警察的身份，让之家开始怀疑对方有别的意图。在路上，他就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，说自己真的没什么好说的，所以请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但大辉却突然改变了态度，说自己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之家明，跟踪他是为了更了解他，不想让他继续伤心。对此，之家直接拒绝，说自己现在不配被爱，所以以后他们最好不要再见面。回到家后，看到忙碌的佐和子，之家感到更加愧疚。对雪豆的离世，真正伤心的其实是佐和子。在佐和子找到幸福前，他自己没资格追求幸福。同时，刚刚离开的大辉正在和那位记者见面。这时，家里的弟弟也找到了父亲，表示有些关于佐和子的事要说。本集的结尾，佐和子重新回到了公司。根据下集预告，在处理完弟弟之后，佐和子似乎又把目标转向了父亲。女孩亲眼看到男友被闺蜜抢走，一怒之下抢回了闺蜜的弟弟，然后目标又转向了闺蜜的父亲。她发誓要夺走之家珍视的一切，对此之家却浑然不觉。为了心安，她还推荐佐和子回到公司。另一方面，体验过兵法的乐趣后，庄平的脑子就没停过，尤其是看到佐和子时，那眼神中的炽热藏也藏不住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从那以后佐和子对他冷淡了很多，不再邀请他谈论兵法，连最基本的交流也没有了，甚至连一点欢乐的声音都消失了。这让一心沉迷于此的庄平难以接受，整个人几乎被佐和子折磨得要疯了，连平时最爱的画画现在也提不起兴趣。这天他的情绪终于到了爆发的边缘，他主动叫来佐和子，大声表达自己的爱。起初佐和子并没有拒绝，这让庄平心里稍感安慰，终于有了一点安慰。正当他准备迈出关键一步时，却被佐和子拒绝了。看着佐和子的背影，烦躁的庄平更加焦躁。第2天就以生病为由请了病假。同时，之家又被那个记者纠缠。他说因为你不愿回答问题，他最近在周围打听，但不论他问谁，大家都说你是个好人，还说你在高中时对老师也很好，但当那位老师当真时，你却说这不是喜欢。别误会，雪豆最终和你分手，就是因为你那八面玲珑的性格。听到这里，之家再也无法冷静。和雪豆分手的事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正在这时，大辉又及时出现了。看到记者，还想说什么，大辉迅速上前，摇头示意不要继续说下去。之后，之家向大辉坦白，这一切都是他的错，他不该介入雪豆和佐和子的关系。大辉本想抱抱他安慰一下，但犹豫了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把手放在了另一个肩上。之家也想伸手，但突然想到什么，又收回了手。与此同时，两人的这些动作被桥上的佐和子看得清楚。那天晚上，庄平通过朋友新亚找到了佐和子的账号，翻看了一通，竟然找到了姐姐和已故男友雪豆的照片。这让他突然想起佐和子以前说的，他失去了一段爱情，难道是指第2天之家一到公司就收到好消息，领导让他负责下一个项目，如果这次顺利，对他的未来大有裨益。明乃德也为他高兴，最重要的是，尽管有很多人选，之家还是首选了他，这让明乃是非常开心。这次终于轮到他帮助之家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非常努力，常常一个人工作到深夜。一天，他正专心看电脑上的提案，佐和子突然出现在旁边，先是简单夸他的设计，然后话锋一转，说反正也没时间打，这让本就不自信的明乃更加没自信。第2天，之家和明乃被领导狠狠训斥了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，你们居然用抄袭的内容去参赛。后来在公司的天台上，愤怒的之家第一次对明乃说了重话。那天晚上，之家突然收到了明乃的短信，短信说一直以来真的很感谢你，感到事情不对劲，他马上打了电话过去。接通后，两人互相道了歉，聊起了很多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。挂电话的时候，两人约定明天找时间好好谈谈。不久，之家又接到一个陌生来电，来电者说是高中时救他出火灾现场的人，名字叫原田月惠，是那个只在学校待了3个月的转学生，那个长发简朴的女生。同时，佐和子突然出现在明乃身边，说了些什么，让明乃一脸不可置信。男孩只是想做热身，女孩觉得他磨蹭，直接把他推倒了。当天同事明乃突然去世，之家作为最后的联系人被警察询问，虽然和他没有直接关系，但同事们都在背后议论，说是他逼得太紧让明乃跳楼的。
这时佐和子弯腰，满脸关心地说：“今天早点回家吧，剩下的工作他来帮忙。”完成后，一脸严肃地看着芷佳说：“不用担心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站在你这边。”回家时正好看到大辉和记者聊天，那位记者看起来非常激动，说之家身边已经有3个人去世了，这种情况怎么想都觉得很不正常。但大辉坚称这和之家无关，反倒是让记者去调查。一个叫原田约会的女性提到高中时的那场火灾，她比他更早到现场，因为美术室别无其他出口，所以约会可能和这事有关。同时，之家父亲接到了下属的短信，似乎有人在查公司的资金流转。这时佐和子突然走过来，表示他有事想说，但还没开口，刚到家的庄平就邀请佐和子进屋。在医学卧室，庄平直接拿出手机上的照片，问是不是他姐姐抢走了你的男友。佐和子轻轻摇了摇头，说没有，因为之家对他非常重要。庄平显然不相信，直接抱住佐和子，说无论发生什么，他都会支持你。第二天，之家父亲将佐和子叫到办公室，询问他昨晚想说什么。佐和子则是默默地关上了大门，然后意味深长地提到之前听雪的话，说你们好像做了些不妙的事。之家父听后大吃一惊，急忙问他有没有告诉别人，在得知没有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晚饭时，一家人在安慰明乃，让他不要太自责。这时候，庄平突然用讽刺的语气说：“风平浪静了，姐姐，你是怎么做到伤害别人，还能若无其事呢？”闻言的父亲大怒，立刻拍桌子，开始和庄平争吵。父子俩吵得越来越厉害，佐和子却像没事人一样，默默地吃着晚餐。吃完饭时，他才对之家的母亲开口：“放心吧，家人间的感情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受影响的。”闻言的母亲忍不住了，扑进佐和子的怀里大哭起来。第二天一早，大辉在车上查看记者发来的信息，佐和子突然出现，希望大辉能送他去公司。到了地方后，他似乎不经意地往后撩了撩头发。大辉觉得这个动作很熟悉，他怀疑佐和子就是月惠。想到这里，立刻上前拦住对方，逼问佐和子靠近之家的真正目的。同一时间，在公司里，之家无意中看到佐和子笔记本上的挂件，正是自己不久前送给明乃的。下班后，大辉约他见面，看着手中的照片，之家立刻想起了这个名叫原田月惠的女人。高中时因为头发太长，经常被人捉弄，他最后还是站出来保护了她，之后还夸她的头发又长又漂亮。这时大辉突然问之家：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佐和子可能就是那个人呢？他们虽然长得不像，但身上的气质很相似，跟文言家的气质特别像，令人深思又恐怖。如果大辉的猜测都对的话，那发生的一切岂不是从高中就开始有关系了？这样看来真是自找的。”听到他这样自嘲，大辉急忙安慰他：“这不是你的错。”但之家打断他：“我看到谁有困难就会帮忙，不是因为善良，只是喜欢扮演善人。如果看到别人比自己幸福，就会觉得被冷落，不自觉就想破坏。如果佐和子没和雪豆在一起，他或许根本不会喜欢上雪豆，所以我就是女版的曹操。”说完这些，之家伤心地转身离开。这时大辉突然追了上去，抱住他说自己也有错，高中时嫉妒你和老师关系好，偷拍了你们的照片，并编造故事发到网上，导致老师最终自杀。我也是那事件的加害者之一。之家不要只怪自己，毕竟每个人都有阴暗面。不知为何，之家突然亲了上去。很快他们就去了酒店。接下来的事更加刺激了。看着大辉的脸，之家心里却想的是佐和子。与此同时，庄平和佐和子之间也有了新的进展。果然晚上是锻炼的最佳时段，和之家一样，佐和子也在幻想庄平是之家。两人借助彼此的身体，展开了一场灵魂深处的激战。为了报复那个抢走男友的闺蜜，女孩每天都拉着对方的弟弟去锻炼。那天尤其过分，大白天就在房间里开始锻炼，声音巨大到连闺蜜都来看了。当她看到床上的佐和子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佐和子离开后，她立刻找到弟弟警告他，让他不要再和佐和子来往。但此时的弟弟根本听不进去，在他眼里姐姐是真正的坏人，不仅抢走了佐和子的男友，还间接导致了一个同事的死亡。但佐和子却不同，她不仅让他感到身心愉悦，还无怨无悔地照顾他全家。最终兄妹俩不欢而散。下楼时，他意外发现佐和子和父亲关系似乎也很暧昧，父亲甚至借给他用废弃的电脑，这让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后来他找佐和子谈话，希望他尽快找到新房子，然后搬出去。佐和子没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但他没等到佐和子搬走，第二天就看到父亲被警察带走。同事说，是因为父亲挪用了公司的资金。当他看到父亲和佐和子的交流时，宫卫士的表情复杂，他马上想到肯定是电脑出了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庄平也从新闻上得知了这件事。好友新亚打电话问他打算怎么办，庄平冷笑一声回答，
表示这都是父亲自作自受。他也打算离开这个家，然后和左和子一起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，一起开始新生活。说完就挂断了新亚的电话。另一边，左和子回到家发现母亲蹲在地上大哭，她崩溃的哭泣。她这次没有往常的温柔，大声喊了一声，然后从包里拿出几粒药，还给她。阿姨吃了这个你会冷静些。不久之后，庄平来找他，告诉他自己的计划。你这是干嘛呢？但左和子沉思几秒后还是拒绝了，说现在有人在怀疑他。正在这时，支家和大辉也走了进来，看着这个不听话的弟弟，支家心里真是气极了。这时大辉拿出几份文件摔在桌上，直接证实了左和子的约会事实，然后追问他为什么改头换面，接近支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这时庄平突然拍桌起，他要向左和子证明自己刚说的话都是真的，但力不从心，被大辉一把推倒在地。这时支家也哭着求左和子原谅，说抢走雪豆是自己的错，你想要什么补偿都可以，但请你别再去伤害你重视的人了。左和子的话却突然变得像精神病患者一样，一边走进支家一边说不是那样的。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吓得支家哭得更厉害了。大辉看到这情况，立刻上前想拉开他们，结果一时大意，庄平突然从背后出现，手里举着一把超过10厘米的菜刀，直接刺入了大辉的背部。这一幕让家里人哭声更大了。这时左和子慢慢蹲下，亲吻了一下他的脸颊，然后站起身来，不理会庄平的阻拦，径直离开。场景一转，穿着红衣的左和子出现在海边，他把和支家相关的东西一件件扔进火堆。这个戒指是他原本在雪豆家里发现的，当听说雪豆要和支家分手，他决定下此毒手，在香槟里掺了药，等雪豆昏迷后把房间灌满汽油，然后点燃了这一切。这件礼物是支家送给明乃的，明乃表面上很高兴，背后却说很难看。后来他从垃圾桶里又捡了回来。至于抄袭的事，明乃也是故意为之。1年后，一个长得像雪豆的男人突然出现，而失去一切的支家虽然陷入了绝望，但即便如此，他还是选择继续活下去，因为他要向那个女人报复。高中女孩每天都得给男友3万块，但男孩还是不满足，甚至觉得这还不够。女孩保证下次会多带些东西，这才让男孩的脸色好看了些。之后，新亚又开始询问瑞希家的事，问他和新妈妈相处的怎么样。这其实是新亚真正的目的。1年前左和子离开支家之后，不知用了什么手段抓住了一个当地富豪，富豪不仅对他宠爱有加，还为他举办了一场私人画展。与他幸福的家相比，这边的情况就惨多了，家破人亡都是因为左和子。他彻底改变了，变成了一家夜总会的公关。有意思的是，他的艺名竟是左和子，这意味着他并不是自甘堕落，而是为了寻求复仇。这天下班后，支家和新亚见面了。支家说今天遇到了一个很像雪豆的男人，对方似乎知道他们的事，但具体目的还不清楚。后来他们又谈到了庄平，被捕后庄平谁也不见，新亚多次写信，但信都被退回了。明明之前他们关系那么好，还曾约定一起考大学，现在一切都变了。新亚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左和子，所以他选择和支家合作，一人追求富豪的女儿，另一人追求富豪的儿子。与此同时，瑞希向父亲要求增加零花钱，但父亲死活不同意，这让瑞希非常生气。明明给哥哥钱的时候，你都没犹豫就直接给了，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？闻言的父亲却说男女有别，男人是用钱来做事，女人却容易被钱所用，所以给女人大笔钱肯定没好事。这种歪理瑞希当然不能同意，但他又不想和新亚断绝关系，所以趁父亲不在家，偷偷溜进他的房间，从保险柜里拿了一沓万元大钞，然后挑了10张出来。在画展上，一个常来的客人带人来看画，左和子看到后立刻过去，问他怎么知道这里的，我的真名都没写出来呢。闻言之家却没打算回答，反而笑着对左和子说，看你现在过得挺幸福的吗？这时候看到一个富豪过来，立刻介绍自己，说他和左和子是好朋友。富豪信以为真，走时还邀请之家下次来家里玩。看着之家离去的背影，左和子的表情变得意味深长，似乎心里藏着点什么。第二天，瑞希从父亲房间拿了钱，正准备离开，结果在门口碰到了等了他很久的左和子。左和子关心地说，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，还是把钱放回去吧，至于钱的问题我来帮你解决。闻言瑞希觉得这个新妈妈真是太棒了，于是乖乖地把钱放回去了。但晚上回到家时，父亲却严肃地质问他，为何一个高中生会有500万？闻言瑞希大吃一惊，什么500万？我明明只拿了10万。沉思了几秒，他突然转头看向左和子，肯定是他把钱都拿走了。但父亲显然不相信，认为他在诬陷左和子，这让瑞希非常生气。正在这时，儿子优一走进来了，富豪父亲立刻换了一副面孔，
叮嘱优异虽然要玩，但也要记得早点回家。优异没说话，只是从冰箱里拿了点吃的，然后回到了自己的卧室。画面突然转换，镜头出现在优异的卧室里，时间回到1小时前，在夜总会里，优异注意到之家胳膊上的淤青，想起之家曾经提到她有一个家暴的男友，出于喜欢，她决定把之家带回家中保护。看到桌上的万元大钞，女孩犹豫了一下，就立刻解开领结。小胖看到后也毫不客气，拿起来闻了闻，然后满脸陶醉。真的太好闻了。看到另一张万元大钞夹在大腿中，瑞希姐解扣子的动作不由得加快了。一刹那的功夫，白色的小背心露了出来，小胖却停止了前面的动作。瑞希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一个戴着面罩的男人向他扑过来。瑞希立刻慌了，抓起脱下的校服就想逃跑，但他只是个高中生，怎能是2个大汉的对手？小胖边录视频边猥琐地说：“你其实也挺享受的。”时间倒流到1天前，因为500万的事，瑞希和父亲大吵一架，然后离家出走。第一时间找到了他最爱的辛亚。辛亚听了他的经历，立刻变脸说：“我们以后别见了，因为你现在没钱了，我们在一起也没意义了。”瑞希马上说：“他会努力赚钱，为了你，什么都愿意做。”辛亚听后满意的点了点头。第2天，在一个富豪的别墅里，之前调查之家的记者揪着佐和子的衣领，怒吼：“你逼得太紧了，逼得哥哥自杀。”原来这个记者是那个老师的弟弟，这也是他一直缠着之家的原因。然后在大会死后，记者意识到一切都和佐和子有关。面对这一切，佐和子也没隐瞒，他说他只是给老师一些建议而已，问他追学生到底是为了什么。如果这事被曝光，你不仅会失去工作，还会被人骂成变态的萝莉控，最后你家人也得跟着受罪。谁知你哥哥这么脆弱，直接自杀了。听后，记者气得要命，一度想动手，但最后还是冷静下来，放开了手，留下一句话：“我一定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然后转身就走。下午，佐和子在欣赏自己的画，那个神似雪豆的男人突然来访，看到曾经被自己害死的男人，佐和子一点也不惊讶，因为雪豆曾说过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，而且雪豆胸前没有这个痣。被识破后，男人不再掩饰，当场说一定会找到证据，亲手送你进监狱，所以现在好好享受生活吧。转换话题，今天一大早，辛亚带瑞希到指定地点，只给瑞希看路边的小胖，让他陪小胖约会1整天。瑞希乖乖走了过去，辛亚立刻打电话回家，说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接着发生了开头的情景，瑞希差点被嗑光盘的时候，之家突然冲进来救了他。辛亚假装是警察，把小胖吓得不敢动。之家随后带瑞希回家，听了女儿的遭遇，之家和富豪本来就认识，富豪立刻表示感谢。这时候他们的儿子优一也提起来，之家目前无家可归，富豪立即表示可以让之家暂住在他们家。瑞希听后也同意了，把这当作是对他的感谢。就这样，之家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富豪家。晚上急不可耐地去了之家的房间，暗示了自己的想法，但被之家拒绝了。他说自己现在还没那种想法。转身后，之家换了一套衣服，敲响了富豪的房门，说要支付这几天的伙食费，至于怎么支付的就不得而知了。不久后，富豪的卧室里弥漫着浓厚的荷尔蒙气息，同时瑞希给辛亚发了条短信，说今天没赚到钱，非常抱歉，下次一定会加倍努力。第2天，佐和子回来时，正好看到之家在准备早餐，只看了一会儿，他就立刻转身离开了。之家见状，立刻跟了上去。佐和子劝他不要对那家人动手。之家听后，脸色顿时沉了下来。当初我求你的时候，你有听进去吗？你知道我这1年是怎么过的吗？在你悠闲的每一天，我都在想如何向你复仇。为了感谢那个抢走男友的闺蜜，佐和子利用技术先下手为强，然后曝光了对方父亲的贪污证据，最后通过弟弟把之家现任男友解决掉。一番感谢之后，之家周围的所有男性都被收拾干净。1年后，佐和子变身挂靠大款，虽然没结婚，但过上了富太太的生活，而之家则变成了公关小姐。在此期间，她苦练内功，通过与男人的交往，不断增强自己的魅力。现在的她能用技巧征服任何男人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复仇佐和子。眼前这位小鲜肉正是那个富豪的儿子。这天趁佐和子不在家，他诱导右一主动带他回别墅，但到了晚上，他却拒绝了右一的进一步交流，反而去敲了富豪的门。富豪一边说不行，一边拉住正要走的之家。之家回头一笑，默默地关上了门。1夜之后，富豪惊讶地发现之家的本事远超佐和子。之家趁热打铁，对富豪说了些枕边话，暗示富豪佐和子因为一个案件被警察盯上了，如果继续和他保持关系，可能没什么好结果。闻言，富豪果断做了决定，立刻在另一个别墅落脚。佐和子表示2人的关系到此为止，还让他尽快搬出别墅。
富豪走后，佐和子虽然眼泪汪汪，但嘴角却露出一抹诡异的笑。他心里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之家。另一边，富豪回到家后，躺在沙发上，当着儿子的面叫之家给他按摩。看着爱人和父亲这么亲密，他突然不知两人已有过多少私下交流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怒斥父亲：能不能见个女人就不要动不动就动心。富豪不甘示弱，骂道：你个混账，竟然敢这么跟老子说话！如果不满意，那就立马给我滚蛋。同时，富豪的女儿因为一直联系不上新亚，就去了新亚常去的咖啡店堵他。看到瑞希的那一刻，新亚心里充满了内疚，自己竟然让一个高中女孩去陪男人拍电影。听着瑞希不断的道歉，还说下次一定不会再犯，新亚面色一沉，狠狠地说，让瑞希以后别再出现在他面前。或许只有这样，这个傻丫头才能对自己彻底死心。但他还是低估了瑞希的执着，既然不能一起活着，那就一起去死吧。幸好关键时刻被雪豆的哥哥阻止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新亚和雪哥都明白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等之家赶来之后，新亚立刻劝他不要再牵扯无辜的人进来。既然佐和子已经被赶走了，这件事也就此结束吧。但文言之家坚决不同意，他们认为佐和子肯定还有备份计划，所以绝不能在这关键时刻放手。与此同时，富豪的公司突然闯进了大批警察，他们以贩卖违禁药品的罪名逮捕了富豪。到了晚上，又一次坐在沙发上，一脸自责。他向之家坦白，这一切都是自己策划的。今天佐和子来到别墅，暗示要得到之家就必须把父亲赶走。优一一时冲动，就用卖画的名义把涉毒的证据交给了警察。但现在冷静下来后，他后悔了，毕竟那是自己的父亲。看着原本幸福的家因为自己而变得一团糟，之家突然想要放弃复仇，但对佐和子的恨意更深。第二天，瑞希最后一次给新亚打电话，说了许多离别的话。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新亚立刻开始大街上寻找，最后在两人常见面的地方发现了浑身是血的瑞希。同一天，一名记者带着蛋糕去给佐和子庆祝生日。经过这些天的调查，他发现佐和子的身世极其悲惨。小时候，他母亲几乎每年都要换好几个老公，每换一次，佐和子都要跟着搬家转学，在家里总是被妈妈吼，到学校又被同学欺负。唯一帮过他的之家，成了他最重要的人。可他的性格扭曲，无法接受之家身边有其他人，一旦发现有人接近之家，佐和子就会不择手段地除掉对方。男友被闺蜜抢走，他们还当着她的面接吻，女孩却一点也不生气，反而显得很高兴。一天前之家遭神秘人袭击，等她醒来，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，只有一个血迹斑斑的背包，屋子里再也没有其他有用的东西。她怎么呼喊，也没有任何回应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之家再次睁开眼睛，看到佐和子趴在他面前。佐和子看着他惊讶的样子，自顾自地拿出一瓶水，说这是富豪为躲警察建的地下室，他也是被抓进来的，至于怎么出去他也不清楚。佐和子不管之家信不信，又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命运，本来已决心放弃一切，从你的世界消失，没想到又被带回你身边。看着佐和子递来的水杯，之家虽然不想接受，但实在是太渴了，喝完水还瞪了佐和子一眼。这并不意味着我信任你了。不久之后，之家突然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，佐和子告诉他，这是人被火烧时发出的味道。闻言之后，他立刻想到了之前因火灾去世的老师和许诺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佐和子干的？想到这里，他惊恐地跑到墙边，边拍打墙边大声求救。同时，房外的新亚浑身是血站在火堆旁，拿着富豪家的地图和那名记者的证件，犹豫了一下后把他们全扔进火堆。另一边，佐和子向之家坦白接近他的原因。他小时候因为母亲经常更换伴侣，所以有很多名义上的继父。这些男人和母亲一样，表里不一，他们趁母亲不在时做一些变态的事，还威胁他不能告诉母亲。这让佐和子认为所有人都有两面。从那时起，观察人类成了他唯一的兴趣。但在高中时，他遇到了一个无瑕的人，这人就是唯一帮助过他的人。越是完美的东西，越吸引脏东西靠近，就像害虫被火光吸引。首先是那名老师，那个人就是更衣室放摄像头的变态，所以他决定要整治这些害虫。有了铁证，那个老师立刻跪地求饶，希望能被放过。但佐和子怎么可能心软？在他眼里那个畜生，光是一眼就能污染家庭，所以他一步步把那家伙逼入绝境，把他那脏兮兮的空壳吊了起来。之后，佐和子的妈妈又换了新老公，所以他也跟着转了学，但他从未忘记过志甲。后来妈妈失踪了，佐和子一解脱就去找志甲。这时他发现志甲喜欢上了雪豆，为了验证雪豆是否配得上志甲，他开始调查雪豆，发现那家伙总借用假的公章报公差。但那时候就算揭露这事，
也没人会信。于是他决定接近雪豆，想通过雪豆让智甲注意到自己。只要能和雪豆在一起，智甲就会注意到他。当之家抢走雪豆时，他真的很高兴，每天都觉得幸福无比，因为这让他看到之家真诚的一面。就在这时，雪豆突然来找他，说和他在一起很窒息，他似乎想同时追求之家和他。这种烂鱼烂虾凭什么这么说？他决定不能再让这种人留在之家身边，所以他亲手除掉了雪豆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之家竟然因此对他产生了罪恶感，为了补偿，竟邀请他搬进自家。这不是说明他在之家心里已经是非常特别的存在了吗？这样一想，他觉得雪豆做得很漂亮。那个叫明乃的女人，明明可以一直待在之家女身边，却还不知足，还想趁你不备害你。还有那个叫大辉的警察，那男人一直在跟踪你，你去哪他跟到哪。这种男人真是让人恶心。闻言之后，他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一把推开佐和子，说不许你这么说他。佐和子面无表情，难道是因为他曾和你一起锻炼过，所以你才这样维护他吗？但爱没那么简单，之家你得清楚看清楚对方。自己每天都在祈祷，神啊，请保佑之家，但你身边全是废物，所以根本没有神这回事。现在的之家，你是我心中的唯一神。他又开始谈起之家的家庭，表面看似幸福，但实际一团糟。不管是叔叔还是阿姨，都只顾自己。至于你弟弟庄平，他早就知道自己在那家没意义，所以他就出手让庄平成为了自己的人。这一切都是为了把你从那种环境中解救出来，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你，都是为了保持你的纯洁无瑕。闻言之家猛地给了佐和子一个耳光，然后笑着说，你既然觉得我纯洁无瑕，你到底怎么了解我的？记得那个高中老师吗？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我吗？因为他总是笑嘻嘻的，大家都觉得他讨厌，我只是想逗他玩才去搭讪的，谁知道他竟然误会了。还有佐和子，你也是一样，我帮你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感。至于明乃，他根本就是无药可救，帮他也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名声。那个挂饰他觉得太俗气就扔了，对吧？但那本来就是我特意买来送他的，所以你也敢说你了解我？你到底在恶心谁呢？对了，还有雪豆，我对他感兴趣只是因为看到大家都在追他，所以我才稍微对他有点兴趣，尤其是你明显比我差，居然能和他关系好起来，这才让他想真正得到雪豆。还有你说我的家人虚伪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那不过是一群不完美的人相互取暖，假装一家人而已。但即便如此，那家也是我的避风港。大辉也是，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爱的人。所以佐和子，你以为你对我好，但其实一件好事都没做。正在这时，突然传来一阵砸门声，来人是雪豆的哥哥。他看到了屋内的情况，他赶紧拉着智家逃跑，而佐和子跪地苦求不让走，他希望智家留下。在朦胧的灯光下，两个女人疯狂锻炼着身体，当细长的指甲缠绕上身，佐和子感觉全身电流激荡，微笑着十分配合地躺下，准备迎接之家鸾凤倾天下的姿态。就在他即将迷失自我时，一把匕首突然架在他喉咙上。不久前雪哥费尽周折，终于从佐和子那里救出之家，结果两人还没来得及松口气，就被血迹斑斑的星亚堵住了去路。几天前星亚收到庄平的信，请他帮忙对之家进行报复，虽心不甘情不愿，但为了完成好友的嘱托，他还是找到了佐和子。现在看着面前的之家和雪哥，他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看出他的犹豫，雪哥立刻上前，希望星亚不要继续犯错。经过雪哥的苦心劝说，星亚最终交出了匕首，决定和他们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但之家拒绝离开，表示一味逃跑没有用，逃不出佐和子的掌心，所以他必须留下来解决问题。之后他设下计谋，让星亚带他回到地下室。临走时，星亚不放心的给了他一把折叠刀。不久后，佐和子赶到，看着这家伙恶狠狠的表情，突然开口说，之前那个记者也总是生气。回想起来，家立马回忆起与记者最后一面的场景。当时记者似乎在调查佐和子的母亲，对此佐和子并未隐瞒。既然那家伙那么想见自己的母亲，那我也只好亲自送他去见一面。事后他意识到需要帮手，于是借用庄平的名义给星亚写了封信，让他来帮忙处理记者的尸体，还把之家妮请来了。接着他向之家透露了母亲失踪的真相。多年前刚做完整容手术，在医院外等到天黑，却没等到母亲来接。回家后才发现，母亲竟和别的男人在锻炼。改头换面回来后，母亲不仅不关心，还邀请他加入。他一气之下，趁晚上母亲熟睡，将他们埋在了这片森林中。本来他当初也打算和母亲一起去的，但想到还有之家，他选择坚强地活下去。多年后，母亲被埋的森林突然建起了别墅，这让佐和子心里很难受。
虽然是自己亲手埋的，但她也是个孝顺的女儿，绝不允许别人在母亲的头上生火。这也是她靠近富豪的原因。直到这时，之家才明白，即使他没出现，富豪这一家人也难逃佐和子的魔掌。这时他强作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双眼充满情感地走向佐和子：“别担心，以后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。”这话让佐和子激动得不得了，随即疯狂地做出了回应。紧接着就是开头的那一幕，面对之家的突然发难，他却丝毫不在意，不管真假。能听到之家刚才说的话，他已经心满意足，盯着佐和子说要死在自己手里。他感到非常高兴，这让之家几乎崩溃。既然下不了手，那就一起毁灭吧。之家站起来，身上浇满汽油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看到这一幕，佐和子更是兴奋，能和之家一起烧死真是太好了。接着也做了同样的事，在身上浇满汽油。来吧，让火焰熊熊燃烧吧。事后警方调查，在别墅内只找到了一具烧焦的尸体。镜头一转，之家和雪哥坐在餐厅，两人似乎谈婚论嫁。出狱的弟弟庄平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祝福。之家突然和弟弟谈起画画，听着姐姐的专业建议，庄平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这些话听起来很像佐和子说的。雪哥也觉得很奇怪，他总觉得之家最近变了个人。这部剧就此结束，至于最后的之家是谁，我也说不清，可能一场大火让两人合二为一了吧。